那今天呢，有很多振奋人心的视频生成模型发出来，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这个 Skyrios， 是一个国产的大模型。它几乎呢将这个开源的力量呢推到了另外一个顶峰。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注意啊，这个 Skyrios 呢其实是对混元的一种微调的技术，然后呢它提供了3个关键的优势。第一个呢叫开源领导力，当然我觉得这个说的有点牵强，其实是说我们其实利用开源的这种模型，达到了和可伶或者海螺这种闭源的或者叫专有模型的具备相同的这种表现力。第二个就是先进的面部动画，因为呢这个技术它主要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视频基础模型，所以说呢它对人物的表现包括面部和动作呢都会进行重点的这种训练。比方说对于面部来讲，捕获了33种不同的面部表情，具备400多种自然的运动组合。同时呢，对于电影照明和美学进行了高质量的调优。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利用好莱坞的高质量的电影和电视数据，然后进行训练。那这儿呢也有一些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啊。那同时呢，它还提供了抱抱脸上的 Transformer 模型以及 Safe Tensors 模型，大家呢都可以自己去下载。它目前的这个分辨率呢，大概是544×960啊，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16:9的这样的一个分辨率。那如果你想试用它呢，大概可以通过这样2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通过这个 Play Around， 也就是它的官方的网站。那你点开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 Create Value 进到这个生成的这个控制台里边。这儿我已经生成了2个。你登录完之后呢，它会给你50点，每生成一个消耗25点啊，只能生成2个。所以说我这儿就演示一下，可以生成竖屏的还是横屏的。另外呢，它可以直接生成，还有一个叫 Storyboard， 就是故事板。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极梦，对吧？极梦也有一个故事版的功能啊。当然呢，我们还是重点从这个视频生成的角度来判别这个模型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那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我没有用任何提示词啊，就直接上传了一张图片。那我重点测的都是图生视频，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看一下，的确非常流畅，人物的动作呀、面部表情都非常的自然。这个是可以和可伶和海螺去进行一个对抗的啊，就是可以达到相同的一个级别。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竖屏的9:16，大家看一下，这儿我写了一个提示词啊 ，woman walking， 非常简单。那我传了一张图片，然后呢，它就开始动起来。那你注意这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那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尝试这个模型的地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 Config 里边去用。那这个怎么去用呢？大家可以打开 K 神的这个会员的扩展库。那在这里边，我们可能在大的更新信息上是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内容的。大家呢可以进到它的example workflow， 就示例的工作流里边，创建了 Skyrio 这个模型的图片到视频的这样一个工作流。大家可以打开它，大家可以把这个工作流拖到你的 Config 里边，就可以直接去用了。当然前提是需要将这个扩展更新到最新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模型下载，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Safe Tensors 的一个模型。大家呢可以往下边去找，就是 K 神的这个抱抱脸的页面，就是这个里边。大家呢可以进到他个人的这个仓库列表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 Skyrios 的一个库啊，我们点开它，然后呢你可以进到 Files and Version 里边，可以找到 T2V 和 I2V 的这个版本。那我们今天重点呢还是来说一下这个 I2V 的这个部分。因为它 T2V 的这个版本呢，目前还没有工作流，大家注意它传的比较晚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I2V 的版本，看一下下载完之后的一个状态。大家呢可以进到你模型的文件夹里边，那么这个呢可以放在 Default Model 里边，我就放到这儿了，大概是25个 G， 但是你真正加载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 FP8 的版本啊，不要按25个 G 加载，要不然呢会爆显存。然后呢，我们可以进到我们的 Config，然后 Custom Node， 然后会员的这个扩展里头，然后示例工作流，大家呢可以找到
这个 Skyrios 的这个工作流，然后把它拖拽进去就可以了。那大家打开之后呢，大概呢是这样一个工作流。这儿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每个工作流需要注意的情况。我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因为按它原来的工作流跑起来是没法看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部分，这个呢是一个 Touch Compile， 这种技术呢主要是进行加速的。这个其实你可以删掉它，大家注意啊，这个一定不能删掉，因为真正跑起来，大家注意啊，这个模型比它的这个会员模型跑起来要快得多。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只用了双块，因为我们知道啊，会员的模型呢大概是20个双块和40个单块，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只用了20个双块，所以说采样的速度会更快。另外呢，你要注意，就是这儿一定要选择 K 神提供的那个 VE 啊，不要选择官方提供的那个。这个不用说了啊，就是这个一定要选择 Skyrios 的主模型，然后 BF16 这儿选 FP8 Fast， 这儿选 Offload Device， 也就是离线设备，这个默认就行啊。这个我们用 Sage Attention。下边呢是关于叫图声视频关键的这个部分。首先呢，我们有一个图片，然后呢需要有一个 resize， 就是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缩放。比方说官方认为960×544是一个不错的分辨率，那你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混元的 encode， 其实就是一个 VE 的 encode， 是吧？来进行一个浅空间的编码。编码之后你要注意，它需要连到的是哪儿呢？是这个地方。Image Conditioning Latent， 其实也就是我们会拿这个当一个条件来做一个生成，所以说是放到这儿，而不是放到 Samples。所以说呢，大家跟这个重采样的这种方式呢要区分开。然后提示词的部分，提示词呢它会有一个反向的提示词，然后有一个正向的提示词。反向的提示词呢，这儿这个 CFG 默认是6，我测试起来3到6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地方一定是0到 0.1， 如果比 0.1 还大，这个图像就会模糊啊，所以说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然后这个提示词这儿要注意啊，提示词一定不要写的特别的复杂，就是一句话说明这个人在干什么就行。比方说我这儿写 The woman walk away from the window， 其实呢这个就写的有点复杂，你应该就写这个 walking 就行了。因为呢如果你写的特别复杂，就会导致整个这个采样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啊。然后呢是采样的步数，它默认是10步，这个千万别10步啊，10步是肯定不行的，官方默认至少30步，所以说呢我们就30步起。别的没什么好说的。然后你看出现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对吧？这个仓皇逃跑啊，这个呢我想了很多的方法去调试啊。那么我调了很多呢，这种宽屏的我们很难调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角度啊。那么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尽量的不要使用这种宽屏的，就是960×544的，那你应该使用什么呢？使用竖屏的。那我们来看一个竖屏的效果，这个是我最早测的一个竖屏效果。大家注意啊，我这儿是加了 T-Catch 的，当然这个 T-Catch 是只能用 K 神实现的这个连到这儿来啊，别的是没办法去做的，别的设置都一样，大家看一下啊。然后你注意，我现在的分辨率是544×960，就是官方的分辨率。然后呢，这儿我用的是 3.0， 然后这儿我就用的提示词 The woman is talking。 注意啊，在官方的提示词里边总会有这样一个词叫 FPS24， 所以说呢我们就照着写就行。然后你注意我现在的帧数呢同样是33帧，然后30步采样，那你注意这个效果，这个就要好很多，人物的这个清晰程度也要好很多，对吧？但是动作呢没有那么丰富，不像他说的啊，对动作进行了优化，这个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所以说呢我又进一步做了一个测试，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好像就要多一些了，对吧？那其实我这儿变了什么呢？就是我把这儿呢从 3.0 变成了 6.0， 别的呢都没有变，同样是33帧。那这样我们生成的这个效果呢，这个动作要好一些，就是我把那个反向提示词的权重呢给它提升了一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给大家说为什么竖屏它的效果会更好。你注意横屏乱跑是因为左右有空间，对吧？所以说你应该有一个正常的思路啊，它左右乱跑是因为左右有空间。如果我限制到一个这样的视角的话，它左右没有空间，它怎么跑？它没法跑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可以
得到一个相对来说动作更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测试，就是我现在给大家演示我最后的那个效果是怎么测出来的啊，希望大家能掌握这个思路。下边是这个，大家注意啊，现在这个动作就更多一些了，对吧？那这个其实我改了什么呢？看一下啊，我把这个帧数呢改成了49帧，然后呢，我把这个分辨率呢给它调的什么小了，是288乘以512。你要注意，即便我把分辨率调小，看一下它整个生成的效果和动作呢也是不错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啊，现在分辨率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参数。那我们可以接着试，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动作就很快了，对吧？那这个我们的分辨率是多少呢？你注意是480乘以848，这个帧数是49，是一样的。那现在你注意啊，512乘288，16:9或者9:16，那个动作就比较小。然后848乘以480，这个呢动作呢就比较大。所以说你可以猜想一下，就是分辨率越高，这个动作呢幅度可能就越大。那我们觉得它现在动作太快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呢把这个分辨率再给它调小一点。那最后呢，我们找出来这样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参数，看这个分辨率是多少呢？是368乘以640，然后是一个竖屏的，然后提示词也比较简单，这儿是 6.0， 是49帧，大家看一下，相对来说整个的质量和动作来说呢都是不错的。那我目前认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模型。那它是不是具有一般性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去测一下啊。那随便上传一个这个，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提示词改成 woman is walking， 就是走路就可以。然后呢，我们重新来生成一遍。我采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生成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大家注意啊，采样的速度很快，是因为这儿只用了20个双块。如果你把这个节点去了，这个立马就会报错了，就报显存。大家看一下，这个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分辨率在640乘368啊，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快的采样速度和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当然它这有一些闪动，可能属于这个叫什么技术性问题啊。另外你要注意啊，这个提示词是可以留空的。那我们可以再传一个，大家看一下，我们选一个横屏的，然后这儿呢我改成640乘368，然后这儿呢我直接把后边留空，就直接 FPS24 啊，然后我们跑一遍，大家看一下，我们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动作。这儿其实也能展示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呢？这儿我们这个负向提示为什么要写啊？是因为它是很容易产生什么呢？就是镜头的动画。大家看一下，这个镜头在往下移，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人在动，而不是镜头在动。当然，这个只是对于这个技术的一个基础的复现啊。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当把分辨率做成这么大的时候，然后对于这个提示词稍微谨慎一点，你要是不确定就可以不写，这样我们得到的效果呢就会有保障。当然呢，你要写的话，只写主要动作啊，就像我们刚才写的 woman is talking， 这个女孩正在讲话，这样就完了，别写太多啊。像写我们这种文生图的提示词一样去写的话呢，这个基本上是飞掉的啊。再看一下，加了这个正向提示词之后呢，镜头的动画就更少了，对吧？这种展现的就更加一致了。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最不应该犯的一个错误，包括 K 神或者很多的那个博主在讲的时候，他那个提示词写的是一个汽车在跑，对吧？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提示词的时候，就当你看到这个提示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提示词肯定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你注意啊，这个一直在说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它主要体现的就是人的动作，它给的例子也是人的动作。然后呢，你非弄个汽车在那儿跑，然后你说生成的效果可能没有这个好，没有那个好，这个就属于你基本的概念没搞清楚，是吧？你最起码那方法得对，然后你再说你怎么去微调这个工作流。当然我们最后再强调一下，就是这是我摸索出来的一套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参数。那我大概给大家试了4-5张的这个样子，大家会发现啊，其实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就是分辨率是很重要的，分辨率越高，它这个动作就幅度越大；分辨率越低呢，这个幅度越小。所以说我们需要找到清晰度和动作的稳定性中间的一个值。当然，随着 K 神的这个工作流的更新，可能我们最后能非常好的认识到就这个工作流怎么设置才会更好。那这个是后边的事情。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